第41章额外的展开。威廉·塞克斯，一个庄园的执事。克莱恩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回答，转而将话题引导向那面旌旗和白蔷薇战争。闲聊了几句，他礼貌告辞，和管家瓦尔特、贴身男仆理查德森一起走向别的展柜，继续自己的参观。似乎刚才的相遇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偶然情况下的交流。临近中午，回到高档4轮马车上的克莱恩望着外面叮当路过的自行车，忽然开口道：“瓦尔特，你似乎认识威廉·塞克斯先生。”瓦尔特严肃点头道：“我在康纳德子爵家做事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服务于一位王室成员，之前的拉斯廷伯爵埃德萨克王子。”他没做任何隐瞒，将威廉·塞克斯的来历详细介绍了一遍。曾经服务于埃德萨克王子，在这位王子因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身亡后，他居然过得还不错，不知道又担任了哪个庄园的执事。也许他清楚些秘密。克莱恩轻轻颔首，未再多问，心里则想着要不要找个机会调查威廉·塞克斯。如果威廉·塞克斯真知道点什么，王室那个派系不会放着不管，或者他就属于那个派系。总之，调查他会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这就没办法委托魔术师小姐埃姆林·怀特或者休小姐去做了。沙伦小姐的能力倒是足够，但这很可能导致她现在的安稳生活被破坏。最好的办法还是上峡到黑皇帝，可问题在于，窃取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前，我对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调查，希望仅局限于外围，不惊动任何人，不带来意外的变化。克莱恩状似平静地欣赏着窗外的街景，心里闪过了诸多念头。最终，他决定暂时忍耐，不想因此破坏目前最重要的事情。用过午餐，睡过午觉，克莱恩接受起文学鉴赏方面的教育，一直到临近傍晚。送走家庭教师后，他正要去2楼餐厅，突然听见门铃被人拉响。叮叮当当的声音里，克莱恩看了眼理查德森，这位贴身男仆当即上前几步，拉开了房门。外面站着的是2位穿黑白格制服的警察，从他们的肩章可以看出，一位是高级督察，一位是警长。警官，有什么事情吗？理查德森替雇主问道。那位高级督察是个瘦高的男士，黑发藏在帽子下，只鬓角显出颜色。他扫了屋内一眼，温和笑道：“我来找道恩·唐泰斯先生，有一桩案子涉及他和他的管家。”什么案子？克莱恩缓步走向门口道：“我就是道恩·唐泰斯。”做完自我介绍，他礼貌说道：“2位警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如果事情比较麻烦，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如去我的会客室，边喝茶边交流。”另一位警察，也就是那个警长，是位很英气的女士，她明显有点异动，看向旁边的高级督察，等待上司的决定。由于黑夜女神教会的关系，鲁恩警察系统内有为数不少的女警，但因其余信仰、社会思潮等各方面的影响，他们在升职和岗位上还是有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大部分以内部文员为主，上升空间也存在隐形天花板。那位高级督察笑笑道：“不用喝茶，但我们得询问您家里的仆人们。”他顿了下，终于进入正题：“道恩·唐泰斯先生，您认识威廉·塞克斯这个人吗？”今天上午在王国博物馆认识的。克莱恩隐约觉得事情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化，主动问道：“他出了什么事情吗？”那位高级督察收起笑容道：“他死了，死于王国博物馆附近的一家旅馆内。”死了。克莱恩没有掩饰自己的诧异和惊讶。我刚与他见过面，他就死了。他这是早就被人盯上了。那位高级督察认真点头道：“对，死因比较复杂，不排除被人谋杀的可能。”他的女伴呢？克莱恩皱眉问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有一位女伴，那位女士是他的情妇。他离开旅馆时，威廉·塞克斯还活着，这一点旅馆的侍者可以确定，因为他们后来有送红酒过去。高级督察简单介绍了下情况道：“离开王国博物馆后，您去了哪里？”我直接回到了这里，午餐、睡觉以及上课。我的仆人、我的邻居、我的文学鉴赏老师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克莱恩坦然回答。他旋即侧头对理查德森道：“去请瓦尔特过来。”很快，管家瓦尔特戴着白色手套走下2楼，回答了同样的问题。2位警官在征得道恩·唐泰斯同意后，又对理查德森等仆人做了询问，未发现任何问题。他们没有停留，礼貌告辞，走访起周围的邻居们。克莱恩没有被这件事情影响胃口，上至2楼享用起晚餐。
之后的时光在悠闲的看书看报中飞快流逝。临睡前，克莱恩望着窗外的夜景，等待贴身男仆理查德森收走房间内的水果。突然，他没有转头的开口问道：瓦尔特下午做了哪些事情？一直在处理各种事务，没有离开过。理查德森低声回答道。克莱恩轻轻颔首，未再多问，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多了。呼，他缓慢吐了口气，走向睡床，躺了下去。睡到半夜，克莱恩的灵性突有触动，整个人一下惊醒。他轻挑了下眉头，起身离床，走至窗边，将帘布拉开了一道缝隙。暗淡的月光下，深沉的夜色里，一道人影从花园小径处小心翼翼地抵达了外墙旁边，翻了出去。他有着宽阔的额头，乌亮的黑发和严肃的褐眸，正是管家瓦尔特。身手敏捷，动作流畅，不是久经训练的人，就是低序列非凡者。克莱恩注视着这一幕，在心里做着初步的判断。他看见瓦尔特沿着街道的阴影，一路来到之前海柔尔进入过的下水道入口，移开井盖，爬了下去，不忘复原。为什么大家爬下水道都这样熟练？之前的深夜里，管家先生应该没有做过，否则我的灵性肯定会有预警，毕竟是从我的领地离开。这说明他在别的地方，在成为我管家前，经常有类似的行动。克莱恩微勾嘴角，返回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了铁质卷烟盒。他要操纵怨魂塞尼奥尔，跟踪管家瓦尔特，看对方在做什么，希望不要超过100米，否则我也得进下水道了。克莱恩一边无声自语，一边回到了帘布缝隙后方。他的密偶塞尼奥尔当即借助不同镜面间的神秘联系，跳跃至下水道入口旁边的煤气路灯上，然后穿透井盖，无声跟随。克莱恩看见瓦尔特前行10来米后，拐向了一条更僻静、更阴森的通道，墙上地面多有苔藓和肮脏的事物。突然，这位管家先生停了下来，不知对谁说道：你为什么这么冲动？为什么不等更好的机会？很快，一道因虚弱而略显沙哑的女声回应了瓦尔特的疑问。这就是最好的机会，等他回到那个庄园，不知道多久才会再出来。可你为什么还会受这么严重的伤？瓦尔特带着几分担忧的说道。那女生呵呵一笑道：威廉塞克斯比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强，大概也只有这样，才符合他暗中的身份。不管怎么样，我终于从他那里得到了线索，这么久过去，总算有接近真相的机会了，你没有必要这么急。瓦尔特沉默了下道。那虚弱的女生低笑了一声道：我已经将灵魂卖给了邪神，接下来人生唯一的意义只有复仇。瓦尔特少有的吐了口气道：你继续躲在这里，我会给你准备食物，直到你恢复。如果有意外，还是用老办法联络我。那虚弱的女生默然许久道：她活着的时候，有许多自称忠诚的下属，她死亡后，却只有少数几个人还记得她，还愿意为她冒险。你是最让我意外的，她是第一个给我那样待遇的贵族，也是我真正想效忠的人。瓦尔特低沉回应道。利用密偶听到这些对话的克莱恩隐约有点明白事情的原委了。埃德萨克王子死后，少数忠于他的人在暗中调查他自杀的真相，瓦尔特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主要负责明面上的情报搜集，以及利用自己的身份提供一些救助。这应该就是魔镜阿罗德斯提过的额外展开。克莱恩当即让怨魂塞尼奥尔隐去身形，潜入那条僻静隐蔽的通道，看见瓦尔特侧身站与人对话，而他半挡住的地方，有位穿黑色衣裙的女子靠墙坐着，脸庞颇为苍白。这女子听完瓦尔特的话语，于喉咙里笑了一声，望向出口道：你该离开了，小心被人察觉。他的转头让克莱恩看清楚了她的样子，脸蛋略圆，眼睛细长，气质温和，甜美暗藏，是一位极出色极有魅惑力的少女，也是克莱恩的熟人。特丽斯奇克。第42章线索。他还没死，他逃出来了，他竟然还想着帮埃德萨克王子复仇。看见特丽斯的那个瞬间，站在主卧窗帘后方的克莱恩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表情。虽然他根据前面的对话已隐约有了点猜测，但事实摆到眼前时，他依旧觉得这超乎了自己的想象。哪怕不用梦境占卜，他也还能回想起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前特丽斯与自己的部分对话。那个时候的他迫不及待的想摆脱埃德萨克王子的控制，摆脱幕后黑手对他命运的操纵，只觉日常的生活充满痛苦。这样一位原本是男人的魔女，会为了帮埃德萨克王子复仇而将灵魂卖给邪神。
这什么三流言情小说的桥段？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看到管家瓦尔特将一袋食物丢给了特丽斯，听见他叮嘱了2句，然后转身往外隐蔽通道之外行去。就在这时，克莱恩本身的视角里，马赫特议员家有一道人影翻出，沿着街道的阴影，快速靠近下水道入口，正是拥有偷盗者途径神奇物品的海柔尔。这会碰上瓦尔特的，这哪里像是下水道的入口，这明明是热闹市场的正门。克莱恩望着下方，险些抬起右手捂住脸孔。来到下水道入口旁，海柔尔警惕的左右观察了几秒，接着才移动井盖，攀爬往下，整个流程一气呵成，毫无滞涩感。踏足略显湿滑的地面，他沿着有锈迹的铁质管道和缓缓流淌的污水河，目的明确的快速往前进发。突然，他背后发冷，脊椎生寒，一根根汗毛立了起来。紧接着，海柔尔仿佛坠入了表面结冰的河流，只觉大量的阴冷迅速占据了自己的身体。他惊恐的看见自己主动往另一个方向迈步，直直走向了有着铁质管道的墙边，而这一切与他的意志无关。恐惧飞快填满了海柔尔的脑海，他终于摆脱了思绪的僵硬，将本身能掌控的灵性全部灌注往脖子上那条项链。这项链串着7枚翠绿通透的石头，彼此隔着同等的距离，周围镶嵌着一圈细小的钻石，在绝对黑暗的环境里，依旧流淌着细微的荧光。忽然，其中一枚石头亮了起来，翠绿的光芒映得海柔尔美丽的脸庞阴恻森然。她靠向墙边的动作一下停顿，双脚很别扭的分别往前迈了迈，又相继收了回来。这个瞬间，海柔尔感觉体内的阴冷出现了短暂的呆滞。他毫不犹豫又用灵性点亮了另一枚通透翠绿的石头，右手抬起，对准自己，腕部猛地一扭。与此同时，他脑海内多了些神秘的符号和花纹，灵性和声带也有了一定的临时的改变。他窃取到了怨魂尖啸这个非凡能力。海柔尔正要张开嘴巴，不顾一切的发出声音，却感觉自己的双手又一次失去控制，狠狠的、用力的、快速的捂住了他的嘴巴。他的尖笑变成了只存在于口腔内的呜咽，他的双脚轻巧迈步，几下就来到墙边，拐入了一条岔路，然后蹲到了纯粹的黑暗里。他竭力挣扎着，却毫无用处，就连再次激发脖子上的项链都难以办到。海柔尔深棕色的眼眸睁得极大，充满了恐惧和不甘，2滴晶莹的泪水开始沿着他的眼角缓慢往下滑落。而这个时候，瓦尔特摸索着从另一条岔路出来，返回至下水道入口，敏捷的攀爬往上。等到他悄然翻入伯克伦德街160号的道恩唐泰斯府邸，海柔尔忽然找回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只觉那可怕的阴冷全部消失不见。他先是诧异的抬起双手，利用夜视能力看了一眼，接着惊恐的左右张望，仿佛下水道的黑暗里藏着未知的、数不清的怪物。海柔尔随即用右手摸了摸身前的项链，小心翼翼的站起，往入口处靠近。他没惊慌失措的狂奔，时刻有戒备来自黑暗深处的袭击。终于，他回到了伯克伦德街，看见铁黑色的煤气路灯杆上光芒发散而出，照亮了残留雨水痕迹的道路。海柔尔这才加快脚步向自家奔去，跑到一半，他忽然折返回来，又紧张又慌乱的将井盖移至合拢状态。做完这一切，他沿着街道阴影回到自家花园内，借助煤气和自来水管道进入了卧室的阳台。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有了额外的思考能力，睁大眼睛，下意识左右观望，身体渐渐出现了明显的站立。他抬起左臂，想用衣物擦拭脸庞，可途中有所停顿，改为了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海柔尔还是有基本的应对能力，不是纯粹的菜鸟。下水道内，戴三角帽、穿暗红外套的塞尼奥尔显露身影，无声自语了一句，接着他在克莱恩操纵下重新隐去身形，进入了特丽斯所在的那条隐蔽岔路。怨魂刚有靠近那里，穿着黑色长裙的特丽斯就抬起脑袋，勾勒出柔弱与倔强并存的笑意道：看来你没有恶意。那位小姐运气还不错，她竟察觉到了海柔尔的事情，发现了怨魂。塞尼奥尔的身影瞬间凸显出来，呵呵笑道：也许只是杀他会有更大的麻烦。坦白的讲，他很想举报特丽斯，因为他清楚对方做过哪些恶事，清楚他是如何教唆木絮号的乘客与船员，让他们在海上自相残杀的，清楚他是怎样让一条条无辜的生命提前失去的。
不过，发现特丽斯在调查埃德萨克王子死亡之谜后，克莱恩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驱使这位魔女在这件事情上与他做有限度的合作。埃德萨克王子死亡之谜几乎就等于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真相，调查这件事情肯定非常危险，让别人卷入会让我感到愧疚，害怕他们因此受到伤害，甚至死去，而让特丽斯去做，就不存在这种心理负担，他所犯下的罪行早就该让他进入地狱了。唯一的问题是，他或许只是在借调查埃德萨克王子死亡之谜谋划自己的事情，必须提防这一点，以免被利用造成灾难。克莱恩一边思索，一边让塞尼奥尔又前进了2步。特丽斯眸光悠悠地看着前方的中年男士，轻笑了一声道：“既然你有恶意，那就动手吧。”塞尼奥尔先生这个瞬间，密友的感官内，特丽斯周围有数不清的看不见的丝线在飘动，在张扬，而他本人脸色苍白，一群深黑的坐于中间，就像一只趴在丝网核心位置的蜘蛛，可又充满了让人怜惜、让人靠近的诱惑力。你认识我？密友适时停下了脚步，特丽斯表情有些恍惚和迷茫的回应道：“我曾经在海上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那个时候你还是位男士。”克莱恩腹诽一句，转而笑道：“你为什么要调查埃德萨克王子的死亡？他不是自杀的吗？”特丽斯猛地抬起头来，脸上竟浮现出几分怒意。自杀和自杀是不同的，有人是自愿，有人是被逼迫，不会吧？他看起来真的很在意埃德萨克王子之死。小姐，你忘记自己曾经是男人了吗？忘记之前说的痛苦了吗？难道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强迫久了，对方展露的少许善意会得到几倍、10几倍的感激和依恋？我不是观众，无法判断他这样的表现是不是伪装出来的。克莱恩让塞尼奥尔笑了一声道：“所以，你认为埃德萨克王子是被逼自杀的？你寻找威廉·塞克斯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情？”特丽斯脸上的怒意消失，勾勒出带着几分凄美的笑意。对，就是他逼迫埃德萨克自杀的，用的是能泯灭灵性的子弹。不过，他也是听从别人的吩咐。他为了得到最后的欢愉，全部都交代了。呵呵，我依然没让他真正的碰我，我还给他看了我以前的照片。他死得很痛苦，很绝望，不能想象威廉究竟遭遇了什么。特丽斯的心灵还是和以前一样扭曲啊。到了欢愉阶段的魔女真是自带魅惑，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能让人受到吸引。不过看得出来，特丽斯已很好的收敛了这些，只在必要时使用。他晋升了，或者因为有了爱情。克莱恩一边腹诽，一边让塞尼奥尔问道：“是谁？”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克莱恩并没有期待能获得答案，可特丽斯却轻笑开口道：“斯特福德子爵，王室的宫廷侍卫长。”第43章利用。斯特福德子爵，王室的宫廷侍卫长。从这个职位看，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背后确实有王室某个派系的影子，至于是谁，有待调查。克莱恩暂时抽不出手去验证特丽斯的回答，只能让塞尼奥尔嘿了一声道：“你竟然这么轻松就告诉了我线索，这让我有些不敢相信。”特丽斯带着几分嗤笑和自嘲之意的说道：“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看得出来，你和你代表的势力对王室对幕后那些家伙的真正图谋很感兴趣。如果能通过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让你们与他们发生冲突，让真正的阴谋家浮出水面，我非常乐意，这有助于我复仇，而且是极大的帮助。根据这个逻辑，反过来是否同样说明，我也能利用你驱使你调查这件事情，调出藏在幕后的真正黑手，从而让自身势力在掌握有效情报前，始终藏在安全隐蔽的地方。特丽斯刚才这番话不就是在诱导我与他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并自愿成为揭开真相的排雷兵？他表明了自身被利用的价值，他害怕我最终决定杀他。克莱恩大致读懂了特丽斯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操纵怨魂道：“很有道理，我也应该这么做。我想不需要我威胁或者诱惑你，你自己就会在伤势痊愈后尝试着接触斯特福德子爵。”特丽斯勾了下嘴角道：“我只希望他喜欢的不是男人，这也不是没办法解决。如果你已经有了序列5，可以考虑换到猎人途径的序列4铁血骑士。还有，你忘记过去的自己了吗？为什么越来越习惯应用欢愉魔女的能力来对付男性？”克莱恩腹诽了2句，让塞尼奥尔笑道：“这不是问题，你可以给他看你以前的照片。”特丽斯怔了一下，表情呈现出略微扭曲的状态，
有种深埋于心底的羞耻被人活生生挖了出来，暴露于阳光底下的感觉。他秀气的眼眸随之蒙上了一层源于羞恼的怒火，因受伤而苍白的脸庞瞬间长得发红。特丽斯很快收敛住了自身的情绪，喝了一声，低哑说道：“不愧是血之上将，对魔女途径果然有着足够深刻的了解。他之前并不确定啊，我还以为魔女教派和玫瑰学派有过合作，所以他相信血之上将知道刺客途径的秘密，这才开了那句玩笑。不管怎么样，嘲讽别人性别都是不太好的。这倒是挺符合血之上将的人设。密偶大师的守则之一是记住，每一个人偶都有他自己的设定。特丽斯刚才之所以提以前的照片，看来只是单纯的宣泄折磨，并除掉了一位仇人的喜悦与兴奋，并没有特别注意描述里的细节。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操纵塞尼奥尔道：“到了我这个层次，总会了解到不少隐秘。”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我该怎么联络你？在你调查斯特福德子爵的过程里，我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特丽斯将手伸向耳旁，抓起了一把乌黑顺滑的头发，然后幽蓝的冰片凝聚，切了一绺下来。他旋即摊开握着那缕黑发的手掌，任由漆黑无声的火焰冒出，将一根根发丝烧成了灰烬。这些灰烬没有被下水道里阴冷的风吹起，而是往内收缩，汇聚成了一团浆糊般的黑色事物。将它们均匀涂抹在镜子上，我就知道你要找我了。我后续会利用那面镜子和你进行交流。特丽斯手腕一抖，将那团浆糊一样的黑色事物抛向了血之上将塞尼奥尔。这大概能用5次，足够了。因为塞尼奥尔只是密偶，所以克莱恩一点也不担心意外的让他接住了那团黑色粘稠事物。看了几眼，随手塞入了衣物口袋内。特丽斯沉默了几秒，咬了下嘴唇道：“如果我需要一定的帮助，该怎么联络你？”这是个问题。克莱恩很想让对方直接召唤信使小姐雷妮特提尼克尔，反正之后特丽斯只要打听下血之上将的近况，就能知道这位怨魂的背后藏着格尔曼斯帕罗，这是隐瞒不住的事情。考虑了几秒，他还是决定谨慎一点，认为等特丽斯真的发现了再更改联络方式也不迟。毕竟这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为埃德萨克王子复仇，或许确实有真情实意，但多半还包含着别的目的，比如也为自己复仇。克莱恩让塞尼奥尔环视一圈道：“这条下水道藏着不少秘密，我经常过来，你可以把需要的帮助用文字的方式留在这里。如果事情紧急，来不及去做，你可以先联络刚才那位，让他来这里留言。”特丽斯缓慢点头道：“好。”克莱恩见交流的差不多了，准备让密偶塞尼奥尔离开。这时他的目光扫过了特丽斯的双手，发现那枚堪比0级封印物的蓝宝石戒指不见了。我刚才就有注意到，还以为他换了只手，换了根指头带，结果真的没有了。这么看来，他当初能逃离埃德萨克王子的红蔷薇庄园，摆脱因斯赞格威尔和0比8的控制，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啊。原初魔女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也随之不见了。克莱恩想了想，让血之上将塞尼奥尔笑了一声道：“还有件事情，你将灵魂卖给了哪位邪神？”特丽斯深深看了面前的中年男士一眼道：“原初魔女，你当初不是想摆脱那种古怪的状态吗？不是不想越来越不像自己吗？怎么走起回头路了？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给你改名特丽斯奇克，就有让你成为原初魔女容器的用意？不，他还真不知道，他甚至不明白奇克这个称号的意义。用尽全力逃出宿命，却是更进一步的融入宿命。”克莱恩这一刻竟莫名对命运、对神灵感到恐惧。他勉强让塞尼奥尔笑道：“你这么轻易的回答，很难让我相信。”特丽斯眼睛迷蒙了少许，自嘲一笑道：“因为这对我来说是问题，不是秘密。多一个人知道，也许就会多一份解决问题的希望，哪怕这希望非常渺茫，但也比没有好解决问题的同时大概率也会解决掉你。”克莱恩没有多说，想了想道：“当你靠近斯特福德子爵，靠近藏在幕后的那些家伙时，注意自身是否经常有遇到巧合的事情。调查贝克兰的大雾霾事件越深入，越有可能被因斯赞格威尔和0-8注意到。巧合？”特丽斯愣了一下，重复起这一刻，他回想起了在红蔷薇庄园时遭遇的那些巧合。思绪纷呈间，他猛然抬头望向对面，却发现穿暗红外套、戴陈旧三角帽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早已消失不见。第二天上午，克莱恩准时起床，在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的帮助下穿好了外套。他刚来到餐厅，
就看见瓦尔特立在门口，恭敬等待。先生，您今天的安排主要是去马赫特议员家参加下午茶活动。瓦尔特径直地提醒了雇主一句，他古板严肃，一丝不苟，与往常毫无区别，完全看不出来昨天半夜有去过下水道内。克莱恩含笑点头，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道：我没有忘记。他随即进入餐厅，享用起还算精致但却开始重复的食物。早餐种类不够丰富啊。克莱恩专心吃完，放下刀叉，叹了口气道：我有些怀念家乡，明天让厨师准备一份嫡系馅饼吧。是，先生，我应该更早想到这点。女管家塔内亚抱歉回应。克莱恩摆了摆手，示意他不用在意，然后去花园里散了个步。做完这一切，他回到3楼阅读刚才剩下的报纸，直至礼仪老师瓦哈纳抵达。瓦哈纳依旧衣着得体，气质优雅，笑着对道恩唐泰斯道：听说你今天要去利亚娜夫人那里享用下午茶，那这堂课的重点就是下午茶礼仪。克莱恩保持着微笑，专注听讲，并时不时提出问题。2刻钟后，管家瓦尔特敲门进来道：先生，马赫特议员家的仆人刚才过来说，今天的下午茶活动取消了，因为利亚娜夫人的女儿海柔尔小姐生病了。她很抱歉，希望下周能再邀请您参加。海柔尔生病了，因为昨晚的惊吓，如果是普通人，这不是没有可能，可一位非凡者，有提升身体素质的非凡者，概率很小啊。而且海柔尔明显还未见过魔药带来的失控变化，精神状态还算健康，以至于表现得很优越，没有畏惧感，即使有受到惊吓，也不至于出现心理上的疾病。魔女途径的序列5能让周围的人染上疾病。昨晚克里斯察觉到有陌生人进入下水道后，悄然散布了疾病，而怨魂状态的塞尼奥尔是不会感染的，所以我没有发现。这样问题不大，海柔尔并未在疾病环境里待多久，只是因为受到惊吓才没有很快恢复。看来特丽斯真的晋升序列5了。克莱恩轻轻颔首道：替我问候海柔尔小姐。第44章事前的准备。没有了下午茶，克莱恩临时决定去圣塞谋尔教堂祷告，以展现自己的虔诚。当然他没有忘记驻足观赏广场上的白鸽，让自己显得悠闲平静。进入教堂，穿过高处阳光照耀下的一幕幕壁画，克莱恩来到了幽暗深邃的大祈祷厅。这里不像别的教会那样装饰华丽、光彩夺目，充满视觉震撼力，但却柔和安然，让人发自内心的感觉宁静。而最前方璀璨星辰般的纯净光芒，又渲染出了强烈的神圣庄严味道。克莱恩取下帽子，将它和手杖一起交给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然后沿着过道往前方行去。这时前排有2道人影站起，转身走向出口，其中一个墨发碧瞳，动作潇洒，发型不羁，正是伦纳德·米切尔。几乎是同时，伦纳德·米切尔也看见了那位鬓角发白、蓝眼深邃的中年男士道恩·唐泰斯。他精神一下紧绷，身体出现了微不可见的僵硬。克莱恩则看着伦纳德，含笑点了下头，神情友善，姿态随意。伦纳德挤出少许笑容，略显艰涩的轻轻颔首，接着他侧过身体，让开道路，与道恩·唐泰斯擦肩而过。这让克莱恩看清楚了后面那位是谁，那同样是他的熟人，穿着通灵者黑袍的戴莉。这位女士依旧涂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呈现出一种妖异的美丽。戴莉瞄了眼经过的中年绅士，神情突然恍惚了一下，旋即收回目光，沉默地靠近出口。不会吧，我只是模仿了下队长眼睛那种幽邃的感觉，就连颜色都不一样，戴莉女士也能感觉到熟悉。女人的直觉真可怕。克莱恩发现了戴莉的短暂异常，心里隐约有了点猜测。很早之前，在他的直男认知里，戴莉女士就是暗恋着队长的，否则不会承担风险，赶到停更，让克莱恩找机会将扮演法交给邓恩·史密斯。至于队长在这方面的态度，克莱恩没法确定，毕竟那段时间的邓恩·史密斯经常分不清现实与梦境，记忆不好的问题相当突出，也许不知不觉就遗忘了心底的某些事情。不过队长确实常常提起戴莉女士，总是拿她举例来教育我们，对她只用了多少年晋升，有什么样的天赋，熟悉的仿佛能倒背出来。这和他当时记忆不好的状况有点矛盾。队长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偶尔会加上自己从午夜诗人到梦魇用了足足9年的陈述。他在面对戴莉女士时，
内心是不是有点自卑？自卑。克莱恩回忆起过往，情绪忽然有点低沉。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那么了解邓恩·史密斯，不了解这个男人内心还藏着多少事情。而且戴莉女士比他小不少岁，表现得又很开放，很不在意婚姻。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收回思绪，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埋低脑袋，闭目祈祷。大祈祷厅外，伦纳德已调整好状态，和戴莉一起与自身红手套小队的成员们会合。他们等待了一阵，已成为灵巫的索斯特从另外一边出来，环顾了一圈道：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根据之前黑骷髅党总部爆炸事件里发现的各种线索，找出潜藏在贝克兰德的灵教团正式成员。戴莉女士是收视人途径的非凡者，对灵教团有相当深厚的了解，所以圣安东尼阁下让她来协助我们。晚上，打发走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的克莱恩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让他身影模糊地做起了祈祷。请转告魔术师小姐，她需要在周5晚上前于东区订一个旅馆房间，最好远离 X 先生召集聚会的地方。提前将那枚石头和魔法书给我，我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周5晚上，他必须阻止参加 X 先生聚会的那位朋友，将对方乔装改扮后的外形特点呈现给我。如果还有别的事项，我会及时告知。还有2天就要去刺杀 X 先生了，克莱恩毫无疑问得提前做些准备，而这里面不少事情，道恩·唐泰斯分身乏术，只能依靠魔术师小姐去做。他的初步计划是利用无面人的能力，伪装成对方参加 X 先生聚会的朋友，掌握暗号，直接进入，然后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预案。根据这段时间与人战斗和操纵人偶的经验，克莱恩越来越觉得密偶大师的守则应该有尽量藏在幕后，隐蔽的导演一出戏剧这条。除非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密偶大师应该避免与别人正面战斗。目前最麻烦的一点是 X 先生的聚会在8点，而这个时候道恩·唐泰斯显然还没睡，无法长时间的摆脱管家和仆人们的注视，秘密前往东区。当然，这反过来说也能制造不在场的证据，但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瞒过这栋房屋内的所有人。还有个无面人同伙就好了，可以让他来假扮道恩·唐泰斯，正义小姐那条项链能够办到。可他不在贝克兰德。克莱恩向后靠住椅背，伸手揉了揉额角，他甚至想直接自己召唤自己，自己响应自己，用侠盗黑皇帝这个身份行动。可这就会丧失让肉体变化模样的能力，难以附身别人，伪装成魔术师福尔斯那位朋友参加 X 先生的聚会。除非魔术师小姐那位朋友成为同伙，任由我附身，这也不行。一是会暴露塔罗会的部分秘密，二是 X 先生未必没有发现怨魂的办法。当然，这能通过金币、纸人天使、铁质卷烟盒等一系列的封印来隐藏痕迹。克莱恩思考了一阵，最终决定用上辈子相当熟练的一个办法，那就是装病。从明天开始生病，每天吃很少东西，8点不到就睡觉，这样就不会有管家和仆人来打扰我了。可如果这边有紧急事情，瓦尔特他们来敲门，该怎么办？魔术师制造的幻觉只能欺骗眼睛，不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对了，我可以把幻觉固定在镜子上，让它看起来像是道恩·唐泰斯，然后让魔镜阿罗德斯远程操纵问答。想着想着，克莱恩的思绪豁然开朗。不得不说，阿罗德斯这家伙有些时候还是很有用的。克莱恩感慨了一声，返回现实世界，走至书桌旁边，翻找出纸笔，画了个柔和隐秘和窥视符号的混合图案。他刚落下最后一笔，房间内的光芒就突然暗淡了一点，全身竟先是变得深黑，继而浮现银白的亮光，勾勒出一个又一个鲁温文单词。伟大的主人，您谦卑的渺小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听到了您的召唤。我有迟到吗？每次都有新花样啊。克莱恩好笑的摇了下头道，没有，这是您对我的宽容。伟大的主人，您可以提问了。一个个单词整齐有序的凸显于镜面。克莱恩想了想道，我打算清除极光会的神使 X 先生，你有什么建议？全伸进表面的单词凝固了几秒，蠕动变化道，您最好将计划放在周4之后，符合我之前的占卜。周4即今晚 X 先生附近可能有命运天使乌洛留斯或者极光会的圣者之一。莱恩笑笑道，阿罗德斯，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这是我的荣幸，是您给我的机会。一个个单词飞快冒出，
充分的表现了什么叫激动和欣喜。请问是什么任务？克莱恩点了下头道，这周周五晚上，我会用一面镜子做幻术道具，将它变成我这个身份的样子。如果有紧急事情发生，你负责操纵镜子，进行问答，不让人发现异常。你能办到吗？全身镜周围的空气忽然流动，一道属于道恩唐泰斯却非常谄媚的声音响了起来。伟大的主人，只要是您吩咐的事情，我都尽量完成。虽然这无法维持太久，不符合我的习惯，但也足够应付这里所有人。如果您希望，我可以模拟任何声音，比我想象的多才多艺。这年头做面镜子也不容易啊。不过最后那句话总觉得怪怪的。克莱恩脸庞肌肉动了下道，应付的时候演示好问答游戏的本质，不要被人发现。阿罗德斯当即在全身镜表面呈现出新的单词。我会扮演好您这个身份的。很好，克莱恩轻轻颔首道。他确实很担心阿罗德斯向管家瓦尔特、贴身男仆理查德森提出让人羞恼的问题，什么面对不该有冲动的女士时，是否有过幻想，夜深人静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想的又是谁？他相信以魔镜的节操，如果不提前警告一下，他真有可能这么做。当初达尼兹被玩的都快崩溃了。不再啰嗦，克莱恩转而说道，今天到此结束，周五晚上再联络你。是，伟大的主人。您卑微的仆人已迫不及待想为您效劳。魔镜阿罗德斯先是具现出一行单词，然后弄了个挥手的简笔画。第45章丧心病狂的配置。周五下午，装病没去文学沙龙的克莱恩又一次来到了灰雾之上。他面前摆着本巴掌大小的铜绿色笔记，外壳一看就很坚硬，正是魔术师福尔斯提供的莱曼诺旅行笔记。将这本其实更接近于魔法书的东西翻开至其中一页，克莱恩看了眼那焦黄的颜色，抬手将海神权杖从杂物堆里召唤了过来，握在掌中。他一边将部分灵性灌注入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使它亮起不太明显的蒙蒙光辉，一边让白骨短杖顶端的青蓝色宝石们相继迸发出明亮的光芒。让人牙酸的滋滋滋声音里，一道又一道银白闪电凭空浮现，粗大狰狞，张牙舞爪，交织于一起，形成了风暴般的景象。与此同时，莱曼诺旅行笔记那页焦黄的纸张上，一个个复杂的符号和标识飞快勾勒，彼此重叠，互相融合，逐渐成型。眼见这一页即将染上银白的色彩，条条电蛇从内迸发而出，一下就把所有的花纹破坏殆尽。又失败了。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再次重复起刚才的过程。这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自从周三夜里拿到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后，他就时不时进入灰雾之上，用这本魔法书记录海神权杖展现的能力，刷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灵性接近枯竭，不得不返回现实世界休息。过程里有失败，也有成功。克莱恩依靠反复的尝试，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那就是记录眼馋很久的闪电风暴。这是水手途径的半神能力。在刚才那次失败前，克莱恩已经失败了近20次，运气可以说相当的差。失败，再次失败，又一次失败。等到第5次的时候，他欣喜地看见银白的色彩染遍了焦黄的纸张，让上面古朴神秘复杂难言的符号标识同时往内一缩，连成了让人仅是看到就有被闪电劈中感觉的奇特图案。呼，总算成功了。克莱恩手指摩挲过纸张，长长舒了口气。他往前翻动起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欣赏之前的成果。这2天里，他并没有完全纠结于闪电风暴，还记录了另外2种半神级能力，一是自身撬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少许力量形成的纸天使，这能用于对占卜和预言的干扰；一是同样源于海神权杖的龙卷风。记录他们的时候，克莱恩运气相对不错，一个9次，一个12次就获得了成功。至于飞行、滑翔、雷击等不到序列4的非凡能力，都只需要1到2次，所以克莱恩弄了差不多满一本。这本魔法书对野生的非凡者来说，其实不算特别有用，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长久的忍耐，才能记录下足够数量的有用能力，而且超过序列6的失败概率会增加，不是那么容易弄到。不过神秘领域有22条途径，前面几个序列的能力只要搭配的好，干掉序列5也不是太让人奇怪的事情。克莱恩合拢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于心中感叹了几句。在他看来，这本魔法书对野生非凡者来说确实等于半个神器，
前期成型虽然比蠕动的饥饿更加困难，可一旦有了良好的搭配，越级挑战将属于常规操作。不过，在有大势力支持的非凡者手里，莱曼诺旅行笔记的作用更为夸张，近乎 bug， 因为它可以记录半神的能力。只要愿意，半神可以一次又一次演示，而蠕动的饥饿大概率吞不了半神。就连正牌的牧羊人想放牧一位高序列的存在，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没资源，二是本身容易因此失控。白银城那位洛维亚长老也是运气极佳，才能放牧到略等于序列4的恶灵。克莱恩想到这里，将目光又投向了旁边摆放着的一枚暗青色石头，它凹凸不平，表面充满烧灼的痕迹，正是魔术师福尔斯提供的灵界穿梭石。有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和这块石头，再加上窃运者符咒和怨魂密偶，即使那位 X 先生周围有圣者看顾，我也不是不能完成任务，从容离去。克莱恩揉了下额角，返回现实世界，布置请求赐予的仪式，将相应的物品弄了出来。做好这些前置准备后，他走向全身镜，望向里面的自己，将外表吊得憔悴了一点。用过晚餐，克莱恩借口不太舒服，回到了房间。看了几分钟的夜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巴掌大小的镜子，将它放置柔软又有弹性的枕头上。接着，克莱恩靠近过去，让镜面映照出蓝眼深邃、鬓角斑白的道恩唐泰斯。他随即缓缓直起身体，向后退步，而床上豁然多了另一个道恩唐泰斯。这位先生穿着深色的丝绸睡衣，倚着靠枕，手拿书籍，眼睛半闭，似休息似思考。不错，镜面幻术不比纸人幻术差。克莱恩回到书桌旁，拿起钢笔，在纸上画了个隐秘与窥视柔和的奇异符号。短暂的安静后，床上那位道恩唐泰斯突然睁开了眼睛，谄媚笑道：“伟大的主人，您卑微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来了。”不得不说，哪怕道恩唐泰斯的脸孔也驾驭不住这样的笑容。克莱恩暗叹一声，差点扭头看向另外一侧。很好，他轻轻颔首，赞扬了一句。他没再吩咐什么，戴上半高丝绸礼帽，从阳台滑落至1楼，沿着僻静的花园小路，从角落位置翻出了伯克伦德街160号的外墙。这个过程里，他没有忘记关上窗户，右手按住礼帽，双脚踩实接到地面后，克莱恩缓慢抬起了脑袋，而他的五官和轮廓不知什么时候已发生了变化，黑发棕瞳，脸庞消瘦，棱角分明。这是单国赏金5万镑的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狩猎即将开始，乔伍德区，休正要出门去东区参加 X 先生的非凡者聚会，却被福尔斯拦了下来。你要外出取材？休斟酌着说出了好友的惯常，用与福尔斯拢了下头发道：“不是赚钱。我之前接了个任务，帮人寻找鬼魂消逝后留下的粉尘。你知道的，墓园内根本没有鬼魂，他们早就被牧师主教们送至各自神灵的国度了，所以我只能去东区寻找那些因各种问题死亡但还没被发现的目标。你忍心看着我这么一位美貌文弱的女士独自一人进入那混乱的地方？可是不能推后1天吗？”休犹豫着说道。我正打算去参加 X 先生召集的聚会。福尔斯当即摇头：“不行，明天就要交任务了，整整50磅啊！明天就要交？那你之前几天为什么不做？”休狐疑的看了好友一眼。福尔斯呵呵笑道：“你刚认识我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有严重的拖延症？而且你又没钱，去 X 先生的聚会有什么意义？你甚至都不知道你需要哪些非凡材料。”也是休被说服了，旋即笑道：“是不是每一位作家都有拖延症？”大概福尔斯一边敷衍，一边暗中松了口气。东区一家廉价旅馆内，克莱恩进入了魔术师小姐用假名预定的那个房间。在这里，一房一床一人是奢侈的行为，可就算这样，类似的房间也才12便士1晚。当然，东区很多廉价旅馆根本没有单人房，最上等的是小隔间，5便士1晚，只有一张床和一些可以遮挡别人眼光，方便更换衣物的挡板。至于摆了10几20张高低床的地下室，一个床位1晚1.5便士，随身物品自我保管，一旦丢失，概不负责。竟然有镜子，还不错。克莱恩放下礼帽，立在一面布满缝隙的全身镜前，将魔术师小姐预备的带兜帽长袍套到了身上。紧接着，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矮，皮肤逐渐偏白，带上了点小麦色。
喉咙的凸起随之消失不见，头发长长不少，染上了金黄。魔术师福尔斯提供乔装改扮后没有露脸的朋友形象后，克莱恩一眼就认出了模仿对象是修小姐。不过，因为有戴兜帽长袍的遮掩，她没有真的女性化，只是处理了下容易被别人看到的地方。1.50米这个身高，我真的无能为力啊，至少得完全消化掉体内所有魔药，才能达到这个极限。还好，修小姐有做增高伪装，我不用烦恼这点。克莱恩看了眼镜中160的自己，换上了房间内那双皮靴。他看起来平底，实际也平底。做完伪装，克莱恩拉上兜帽，悄无声息地从窗户离开了单人房，来到东区巷子里，一路绕行至 X 先生召集非凡者聚会的那栋房屋外面，回忆了下魔术师小姐告知的敲门暗号。克莱恩屈起手指，以3轻3重的力度和2长3短的间隔敲响了房门。10来秒后，大门无声敞开，一位戴着铁面具的侍者先是审视了来者几眼，然后才让开道路。克莱恩没有一点慌乱，平静地越过他，进入了屋内。